我被一个断崖区直接卡住，超级漂亮！这整片草原只有我们呢。这边我觉得超级适合周末跟一群朋友来这边聚会，或者是情侣，或者是自己带狗狗来。这电影都还没有开始，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这应该是整个墨尔本最有名的地方啊，结果真的超不值得哎，非常酷，真是太神奇。它看上去是一个蛮平静，就是蛮普通的城市，可是你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嗨，大家好，我是舍令，我现在人在大家都说超级宜居，也有很多台湾人来定居的墨尔本。对，那有在follow我限动的人可能会知道，我这次来澳洲呢，其实主要是想要来考跳伞的证照的。然后因为这个时间拉比较长，总共2个礼拜，所以这支影片呢，其实想要来记录我在跳伞以外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只要看到有草地，就是有人做，然后有超级多狗狗，超级多狗狗，超级多狗狗。所以这会是一支比较生活感的 vlog，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澳洲人平常都在做什么，或者是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澳洲这么宜居的话，可以把这支影片给看完，然后跟我一起度过这2个礼拜。那我们就出发喽！记得要订阅、开铃铛。看到无尾熊了？对，搓着那颗球，他就这样抱着那棵树睡觉。墨尔本这地方真是太神奇，它看上去是一个蛮普通的城市，可是你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现在呢，是我来到墨尔本的第1天，然后来一个这边很有名的市立图书馆，因为里面超级漂亮的。然后目前感觉到的是，澳洲人的生活真的超级爽。你看现在是礼拜5的下午3点哦，那里到处都是人，就是这样在那边晒太阳、看书，然后还有2个人就这样子在路边下西洋棋，没有任何人在赶时间的意思。这里环境很好哎，不错，那里面采光超好的。对，这边应该就像是一个 co-working space 的感觉。如果我是在墨尔本生活的人，我可能会想要有那个会员工作。如果我是在这里生活的人，你应该是在那边混的。你说你刚刚看很多人坐在角落，但是都在耍废。这就是这个市立图书馆最有名的圆顶阅读室，这边就是大家也可以自由使用这里的桌子。我们现在的来到车站对面的一个广场，然后发现呢，墨尔本的人真的很爽哎！你这椅子是哪里找到的？就在这里啊，就在路边，自己随意拿，就自己随意拿哎！看到一堆人就这样子坐在这边 ，Hello， 好糗哦！你真的睡着吗？嗯。好了，走了，走了还闭眼睛。雨弄的海边摩天轮。这个摩天轮刚刚远远的看长得超像麦当劳薯条的，一盒一盒的。对啊，很像一盒一盒的薯条啊！你看，你看，亚马仕小火车哎！我在墨尔本的朋友跟我说呢，Geelong有点像是台北的宜兰，有点像。住在市区的人如果想要去一个地方度假，但不想跑太远的话，就会来Geelong园区。完全可以理解大家说这边宜居的原因是什么哎，感觉小孩子在这里长大可以很快乐，在这种开放水域的地方，然后围一个潮池起来，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就是安全的戏水。哇，这边真的好多狗哦！你看前面有3只 ，Hello。
搭摩天轮。Got me on my feet. Let the soul take control of you. 不好意思哦，借我们闪一下哦。这边整体的氛围其实很可爱，很舒服。夕阳这边来蛮好的，可以情侣来。如果你单身的话就先不要来。单身的人去别的地方，知道了吗？他说的。现在来的地方叫做 Queen Victoria Market， 这里呢听说是全世界规模第3大的这种就是露天的市集。这地方算是墨尔本的必去景点之一，然后因为它真的是超级大，有吃有逛，然后逛的就是也有纪念品类，也有日常用品。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来逛的话，我就买了，但 JC 感觉会认真的阻止。这里连这个尼泊尔的这种颂钵碗都有哎。如果你是礼拜3来的话，它会有 night market， 它会有夜市，平常都是3、4点就关门了。然后我们这几天有去逛过超市，就是这里的价格确实有比超市再便宜一些。之前硕大有正常，这个才大。葡萄长得非常的奇怪。买了晚点野餐要吃的草莓，一盒台币30块，好爽，好爽！目前来到澳洲第4天的感觉是呢，其实我在网络上查这些景点的时候，我都觉得看起来还好，就是不是特别有兴趣。但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其实都还算是蛮喜欢的，而且我都是觉得，如果我是当地人的话，我其实会常来。它不会有哪一点让你觉得哇，很惊奇，但是是真的很舒服的城市。你们知道这里宜居到什么样的地步吗？就是这是他们那个市场里面的公厕的洗手间哦，然后它是这样子，这里洗手，然后手要移到旁边，直接冲水，这是Dyson的，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刚刚上个厕所，然后特地进来拍，跟你们分享。很多人来这个市场呢，会来这个海鲜区这边，就有很多可以现吃的龙虾。谢谢。我们在的是这一间 Oyster Bar。Cheers。非常好吃。来吃吃看，好吃哎！我觉得很好，优点是整个环境非常的干净。就是我们刚刚在这边吃的生蚝啊，它是在这边现场打开之后，每一颗是有这样子过水洗过的。对，所以很推荐。我觉得它有名是有理由的，就是一个游客跟当地人都会适合来的地方。你这盒草莓多少钱5块钱？100块。现在是要去转卖吗？转卖1盒3块，好不好？大家如果想要捡便宜的话，可以晚一点点来。Feels right, it don't cost nothing. A beautiful life, make it mean something. We gotta spread the love, spread the love. 现在呢，要来我在墨尔本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行程，就是我们要来看户外的露天电影院。然后现在的位置是在那个皇家植物园。订票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到哪个入口。然后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路边这边外面的路边这边都可以停车。然后这个入口已经有写咯 Moonlight Cinema Movie Under the Stars。第一次知道有户外的露天电影院这种事情是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去纽约的时候，然后我在那边查行程嘛，然后才知道说，很多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城市会在夏天的时候有那个露天电影院。我们要去看电影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户外看电影吗？是吗？这边呢，它其实是有分一般的草地票，
跟这个 lounge 的票，跟 Gold Grass， 就是反正不同的票种。这就是我们今晚的电影院了。啊，这个是啥？狗狗的食物哦。人你可以吃吧？还吃？因为这边是宠物友善电影院，然后你可以直接带狗狗进来。前面2排就算是头等舱，它是54澳币，然后我买的这个 lounge 呢是45块。然后它有付给狗狗的食物，然后加上我们等一下可以去换冰淇淋来吃。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一定要坐很前面的话，其实这一区就很棒了。就是这一区的话，就是20几块，大概是台币500左右。然后你也是可以去拿旁边的沙发床，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选择自己带野餐垫就 OK 了。旁边呢，就是有一些餐车，你也可以买东西。你是用 QR code 点餐的，然后他会再帮你就是送到你的位置。他们带了披萨来，我刚刚经过的时候就想说，天哪，也太聪明了吧！这边我觉得超级适合周末跟一群朋友来这边聚会，或者是情侣，或者是自己带狗狗来。这电影都还没有开始，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而且这个环境呢，就是我们是像这样子哦，被这个植物园环绕，然后它又是有一点这样子由下往上的一个小斜坡，所以就算你坐在后面，就是你也不会觉得被挡到。Oh, you're so cute, baby。我们好像又来到一个单身不友善的地方，后面有一对情侣这样直接抱在一起。那要来一下吗？还傻笑。真的跟前面的人的时候，我怎么没要不要给你？我就知道你这个爱吃鬼。大家记得要多带点衣服，因为墨尔本的日夜温差很高。在12月到3月之间有来墨尔本的话，可以找一天晚上来这里。这个地方叫做 Moonlight Cinema 看电影，然后你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上，他们就会有那个节目表推荐。今天呢，开车来到墨尔本南边这边非常有名的一条路，叫做 Great Ocean Road 大洋路，我觉得长得超级像北海岸。墨尔本在那个方向，然后它其实就是一整条沿着海边的路一路往那边开。啊，有狗狗！难得有狗狗喜欢我哎，超兴奋 ！Hello， 我靠！有被强吻都没有来救我，是很干净的水。然后这边其实我们只是 Great Ocean Road 其中随便停的一个小沙滩，然后等一下会再往那边开，再来让你们看看这里有啥。清水断崖，长得一模一样。继续吧。我刚刚收回说不像北海岸，因为北海岸海没有那么蓝，但是花莲的海就是这么蓝。所以我跟你们说，台湾真的很漂亮，好不好？世界知名的大洋路，但是我们台湾其实有一模一样的景色。刚刚那里就是风比较大，可是这边完全没有风，然后大家就是很享受在这个阳光下。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就是会觉得哇，当澳洲人真的是生活过得非常的爽。来到 Great Ocean Road 有一个蛮有名的景点叫做 Cannet River， 看野生无尾熊的地方。我看到无尾熊了，对，哦，上面搓着一颗球。这边其实是除了无尾熊之外，网络上是写说有很多种野生动物。突然变成一个拍鸟阿姨，而且我觉得水中央的水鸟现在稍微被光打到，超漂亮的。没有听到吗？我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被这么纯粹的大自然的声音包围了，超
超好听的这些鸟的声音。我跟你们说，我后面现在全部都是袋鼠，它现在在专心的吃东西。我现在就是这样不经意的走它旁边，它看镜头哎，突然站起来，对不起。其实这里是很漂亮的。我用 Google Map 在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照片看起来超普的，但这里的颜色的生物，整个的氛围，我觉得非常喜欢。先这样，不然我们再不出去就要天黑了。很推荐这个小地方。今天呢，我们决定来走一个墨尔本非常观光客的行程。很多人来墨尔本都会专门来一个叫做 Phillip Island 的地方看企鹅。对，但是这个企鹅呢，它其实是傍晚才出现，所以大部分他们都会就是搭配岛上的一些景点去。然后我基本上是直接照抄那种人家 day tour 的地方都去哪里，因为我们自己开车嘛，就不需要订 day tour。第一站呢，就是来这个 Koala Conservation Reserve， 是一个无尾熊的保护区。其实昨天已经有看到了，但是他们在一个超高超远的树上。但是这边呢，应该就可以看到比较多、比较近的。我们其实已经错过了它可以听导览的时间，因为它的这个 tour 呢是只有 weekend 的3点，而且其实蛮贵的，要60块，45分钟。对，导览总共是1200台币，但是光是进去这里面的话是300多块。生出来的那个小，这是无尾熊哦。对啊，男生的时候就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他们就是想要配求偶，求偶，就是会这样子叫。我昨天好像有看到。他说 ，If female are not ready to mate, they will scream。这个是拒绝的声音哦，听起来很想要。19不知道多少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岛上的无尾熊就开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他们才弄了这个算是非营利的组织的这一区，来保护这边的无尾熊。给大家一个找无尾熊的绝招，基本上呢，你看到这边有写牌子，它写 Look Up， 就在上面。因为基本上这些无尾熊就是很不喜欢移动，然后它醒来的时候就在这边吃，反正有的吃它就不动。他一辈子就待在这棵树。这很夸张。I'm not drunk or lazy. I'm just saving energy. I need to sleep for 20 hours a day due to my low energy diet. 无尾熊的人生真的过得好爽，因为他们吃的那个尤加利叶其实能量非常的低，他们有20个小时在睡觉。其他呢，1到3个小时在吃东西，1到3个小时在寻找他们的配偶，所以他的人生就是3件事情：吃东西、找配偶跟睡觉。非常的低压。可爱哦，超近的。他就这样抱着那棵树睡觉，我现在离他大概3公尺，2米。遇到一只睡醒的。它超可爱，除了无尾熊之外，还有很多小小的动物，有那种很小很小的袋鼠。现在遇到一只超可爱的刺猬，李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超可爱，可以像我们一样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来，他们会比较 active， 但是也不要太晚，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想要看那个企鹅返巢，差不多就是刚好傍晚的时间。虽然说有点像动物园，可是动物是没有被关起来的，他们 so free 耶。他刚刚直接从你旁边爬过，对，没有在怕你，没有人怕我，对，因为我自己都怕。在这里的动物就是跟你在其他州可以看到的很不一样。虽然说是一个人工的保护区，但我觉得环境很好，然后
也不会让你有真的那种很人工的感觉，算是蛮舒服的一个地方。其实我现在应该要出发去看企鹅归巢了，可是我被一个断崖区直接卡住，超级漂亮。我觉得最扯的事情是，这整片草原只有我们呢。这个海角其实也有很多的生物，对，这边就有企鹅窝了。看到一只超小的企鹅，它躲在洞里面，看起来像在等它妈妈回家。平常企鹅的爸爸妈妈就是会在太阳出来之前就会出去，然后宝宝就会像这样子留在这个洞穴内。然后我给你们看，有一只死掉的企鹅在这边，哎呦，有一点伤心哎。这边还有一点毛哎。朋友是跟我说，如果没有一定要看一整群的企鹅归巢的话，就是可以来这里碰碰运气。超漂亮！那里有一个点，其实就是在这个半岛的一个小角落，那边是一个观光景点，然后很多人都会去那边看夕阳。但是你只要稍微回来一点点，这个角落在 Google Map 就叫 Sunset Point， 然后你可以直接包场这整个海角。我会比较建议可以自己开车啦，因为其实这个 Phillip Island 其实有蛮多那种 day tour 可以参加，但是它应该就是带你到几个最有名的点。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停这个地方，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飞空拍，飞得好快乐。今天是我在澳洲第一次拿出我的空拍机，对，因为前面几天呢，只要风况允许的日子，我就会去跳伞。今天刚好是跳伞学校那边天气不好，来到这边的时候，这边天气很好，不然平常我的休息日其实也没有办法飞空拍。然后今天刚好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然后被一个完美的夕阳赏赐。整个墨尔本跟 Cape Town 就这两个地方，南非开普敦的感觉非常的像。然后 Cape Town 不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开普角嘛，其实它也是像这样子，就是有整片的大草原，然后旁边就是海景。然后那边的人也生活也是超级无敌 chill。我们现在来 Penguin Parade 的地方了，然后整个停车场直接停满，外面还有很多台那种 tour bus， 因为这应该是大家来 Phillip Island 的重点中的重点。这边就是企鹅在的地方，然后一般的位置在这边，这边是 Plus， 这边是 Underground， 你好像可以下来之类的。然后它最便宜的票是32澳币，差不多是600多块。然后到 Penguin Plus 就是他们说可以比较近的，就80澳币就已经1600了，我们就花个640就好。这个企鹅中心建成这样子，看来是需要收蛮多门票费的。旁边这个企鹅窝的区域比我们在南非看到的大蛮多的。难道说这里就是看企鹅上岸的地方了？对，全部人坐在那边吹风，等企鹅回来。他们也在等。企鹅会带食物回来给他们 baby 吃啊。对。它有时候会掉啊。是吗？它抢了。你没有在胡乱吗？没有啊，不然在这里干嘛？我们今天要看的企鹅呢，叫做小蓝企鹅，然后又有人叫它神仙企鹅，然后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它们只有30几公分，然后会在太阳下山之后回来把食物给他们的小孩，
跟你们说一个坏消息，不可以拍照，也不可以录影。主要的目的是不希望让企鹅被闪光灯吓到，所以大部分地方他们其实是说不可以用闪光灯，可是就是会有人忘记，所以现在政府就是直接说全部都不行。没关系，我就用我的眼睛看，再跟你们分享。现在大概过了30-40分钟左右，这边已经大家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然后这边有一区可以买纪念品。来问一下 JC， 值得吗？不值得。被风吹的像真的像智障一样。我们一致觉得南非看企鹅那个经验好非常的多，付600多的门票，然后我们离那个海滩超级远，所以而且那个企鹅又很小。对，然后就看到一咪咪这样子，对，你上来想要在那个步道看一下，然后那个步道也很黑。那个照片我以为会一直过，好像几十个这样一直出。没有，超少的。五个这样两三组就没有掉了。对，然后而且因为他又不给拍，哇，我觉得这个地方超不值得的哎。这应该是整个墨尔本最有名的地方啊，结果真的超不值得哎。我很抱歉叫你们过来。我今天问他们说，要不要去看企鹅？然后结果超级后悔。但是应该说，我觉得来到这整个 Phillip Island 的感受还是很好，因为我觉得这里的 nature 真的很漂亮。总之呢，如果你想要真的近距离看企鹅的话，我个人比较推荐南非的 Cape Town， 就是你可以在白天的时间，然后也看到企鹅从海边回来，还会在岸上这边抓痒给你看，所以那个体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你超近距离，而且比较便宜。这个地方我不推荐，但是我觉得整个 Phillip Island 还是推荐来。我建议你们可以待在我刚刚说的那个地方，就是好好的看夕阳，然后也许也会有企鹅回来。这次遇到了一个就是墨尔本1年1度的 Moomba Festival。这个 Moomba Festival 的特色呢，就是他们直接把这边变成一个游乐园，进来这边是免费，可是玩一个游乐设施差不多100台币。baby， 我想玩，随便帮我赢一个东西。3、2、1。所以他赢了。前面呢有一个 dance hub， 然后呢它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舞。现在应该是这个 Mexico Folk Dancing Performance and Workshop， 墨西哥的传统舞蹈，很可爱。光是坐着呢，就有很多事情在你面前发生，是很有趣的。那边有一个弟弟一直在滚，觉度之好，看到觉得好像很好滚。然后我们现在面前正在有那个划水的比赛，这里呢有一些鸟一直自己在玩。墨尔本这地方真是太神奇，它看上去是一个蛮平静，就是蛮普通的城市，可是你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突然，这里原本只是一片草皮，一个河滨公园，然后变出这些游乐设施，然后后面是高楼大厦。来了吗？觉得这整个 Moomba Festival 的氛围，就像是整个墨尔本的人在这个周末一起玩的感觉，就是有好多活动同时在发生，有人野餐，有人玩游乐设施，有人就在那边混跳舞。感觉有一种他们就是找一个理由来 party 一下而已。大家如果你有来就是澳洲的比较大城市旅游的话，你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你来的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可以参加。像这个我就觉得很不错，对，很喜欢。谢谢大家看我的墨尔本 vlog。墨尔本真的是一个生活起来非常舒服的地方，看完有让你们想要搬去吗？
那其实我的墨尔本行程还没结束，最后2天，好朋友带我去了一个在中文资料没什么查到的露营秘境，我才终于体验到了澳洲的露营生活。因为实在太喜欢这2天了，我偏心想让它是自己一整集好好的做记录，会在几周后分享给大家，大家记得回来看影片哦。最后喜欢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个喜欢，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想一起来澳洲玩的朋友。那想看更多旅行的分享，记得订阅不只是旅行。我们下个礼拜见咯。分享一个澳洲的冷知识，这个 Hungry Jack 就是澳洲的 Burger King。查到说就是 Burger King 想要来到澳洲开连锁店的时候呢，就发现澳洲已经有一间店叫做 Burger King， 所以他们就不能用这个名字，所以就用这个创办人的本名 Jax 变成这间店的名字。不错。对，但我觉得是蛮好吃的。澳洲就是其实任何有关牛肉的东西都蛮好吃的。帅哥加狗狗是一个很赏心悦目的组合。趁 JC 不在旁边，偷偷讲一下，那边的人的生活真的是超秋。